我是北京老刘，也算是旅游领域的自媒体创作者。很多人都是看过了我拍的旅游风景而认识和了解我。我酷爱旅游，也走过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我的视角也把世界美景分享给大家。很多网友也喜欢我拍的视频，觉得风景拍得非常美。其实在我心中也有一位非常值得我尊敬的拍世界美景的大家，甚至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著名的摄影师、知名的企业家罗红。可以说他的作品享誉世界，是世界顶级的摄影作品。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位著名的大师罗红。他也花费了6年时间，耗巨资在北京建了一个罗红摄影艺术馆。艺术馆在北京的机场附近，离市区相对较远，门前就可以看见一片造型各异的松树的艺术景观，非常漂亮的园林设计。这个艺术馆占地不小，包括了罗红摄影画廊、东方园林景观群，还有一个黑天鹅蛋糕的艺术馆，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设计师设计的。这里常年展出罗红先生在世界各地创作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摄影作品。这个艺术馆也被赞誉为是一个温润心灵的艺术空间。这里的门票是100，15岁以下少儿免费，老年人半价。来到罗红艺术馆，必须要看的是一段非常精美的35分钟的纪录片。我是四川大山里长大的孩子，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相机，就迷上了它，要把感动我的美记录下来。罗红先生的摄影作品基本都是由直升机来拍摄完成的。是的，是直升机，不是无人机。他用了常人无法看到的视角，全景式的呈现地球与生命的罕见之美，给观众带来无比震撼的观展体验。这个纪录片拍摄的精美绝伦，非常震撼，尤其是对于非洲、南美、冰岛、南极等地的奇特景观，让人叹为观止。他在20多年间经历了38次的非洲、4次南极、2次北极，还有中国中西部的全境创作，用镜头捕捉了大自然的瑰丽壮阔。是天生的舞者。其实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也拍过自认为不错的照片和视频，但是和罗红先生的视角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欣赏一些视频片段。我来到墨西哥最大的火烈鸟保护区，拍摄这里的4万多只加勒比火烈鸟。可以想象拍摄这些画面的装备有多专业，而捕捉这样的镜头需要多么好的运气和耐心的等待。是我最喜欢的鸟类之一，我一直在用相机讲述它们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将继续下去。纪录片着重展现了非洲的美丽风光，这里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梦境之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非洲一样，在我心中有如此特别的地位。在非洲，我看到人、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肯尼亚的草原，纳米比亚的沙丘，赞比亚的丛林，博茨瓦纳的绿洲，莫桑比克的海底沙漠。这片欢腾的土地，一次又一次的令我感动，也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回来。
这些画面让我有再次回到非洲的冲动。每当雨季来临时，这里汇聚了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每一寸土地上都散发着野性和美。全世界最丰富的野生动物，这是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在莫桑比克的海岸线上，有一片神奇的海底沙漠，流动在海水下，散发着梦幻的诗意，令人着迷。它们栖息在湖泊上，经常有上百万只。我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生命场景。后来，我在不同的湖泊记录它们不同的生命形态，捕捉它们的美丽。东非火烈鸟的家园，是我每次回到肯尼亚都要回来看看的地方。是火烈鸟让我意识到，最美丽的风景是有生命的风景。这也是我曾亲眼目睹过的天河之渡。2007年和2014年，我2次来到南极。想起了我在2019年去南极的难忘经历。记得我当时买了一张2万多的南极船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画面还非常的震撼。而罗红先生拍摄的都是常人难以看到的画面，他一次南极的旅行经费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第2次南极之行结束时，我得到消息，冰岛的火山爆发了，我就马不停蹄地飞到冰岛。因为罗红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所以他的旅游经费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每次都是雇佣了最高规格的摄影团队，感觉每次都是几架直升机互相拍摄。而他拍摄的南美巴塔哥尼亚的视频尤其让我震撼。巴塔哥尼亚世界的尽头，因为这里我曾徒步过很多线路，而他是从空中俯瞰拍摄的这些画面。但遇上非洲之后，我就没有再创作风光作品。在巴塔哥尼亚，我再度回归风光摄影，这是一次自我挑战。这些壮美瑰丽的画面让我看到后有一种震颤的感觉。巴塔哥尼亚是一个充满柔情与豪情的高原。这里我曾徒步了半个多月，虽然路途非常艰辛，但是当看到最美的画面时，非常的安慰和自足。而他拍摄的巴塔哥尼亚的秋色尤其让我震撼，因为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色。我的心就被他俘虏了。他史诗般的秋色，像一场华丽流动的色彩盛宴，令我沉迷其中。真的是童话世界。什么样的高度，而在于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用一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罗红拍的这些视频也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2019年，因为亲身感受过这些地方，所以看到这些的画面会更加的有感觉。但是他所拍摄的画面和角度是我穷极一生也难以做到的。这部优美壮丽的纪录片
也体现了罗红先生因一生为美而感动，为美而存在的梦想，孜孜以求、艰辛又激情澎湃的历程。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摄影梦想的起点。纪录片也展示了罗红拍摄的国内四川、西藏、云南、新疆的美景，用直升机拍摄的雪山美景。在稻城亚丁，我拍摄到3座神山在超级月亮下的圣洁与庄严。这些美景也曾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但这些上帝视角拍摄的画面让人更加震撼。在藏区8大神山之首的梅里雪山，中国的壮美河山也会让世人惊艳。西藏的江南林芝，我置身于数百米桃花盛放的世外桃源。这次今天的南疆大瓦峰是我心中最美的雪山之一。又来到了辽阔的新疆，沉醉在很多人也看过我拍的新疆视频，不过我基本都是手机拍摄的。再看看罗先生直升机拍摄的震撼画面。这个纪录片35分钟，可以说是屏住呼吸观看完成的，实在是太震撼了。离开电影放映厅，前面就是罗红的摄影展。这个摄影展厅非常大，里面基本都是巨幅的风光摄影作品，应该是从他20多年来的一些拍摄作品里精选出来的150幅左右。主要选择的都是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摄影作品，而且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一辈子无法看到的画面。每幅作品都有非常详细的文字说明，而且都是非常巨幅的宽幅作品，仿佛是你眼中的宽广世界。哎呀，我也曾爬到这儿啊。巴德格尼亚确实，它的山形太漂亮了。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周吧时间，走了很多徒步线。山塔就走到它这个湖边，走了5万多步。塔格尼亚的秋，就好像下雪了。黄石。离开展厅，从这片白色的通道下去，前面有一片很漂亮的园林，还有下午茶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的设计都是来自世界各地非常知名的设计艺术家创作的。除了欣赏这些摄影佳作，还可以在这片优美的园林中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看这片的景色多美！这些微景观设计得非常精巧，一大片池水，有松树、山石、花卉点缀其间。
几只天鹅游荡其中，伴着粼粼波光，非常的优雅。在这样的环境里，喝一杯饮料，品一块蛋糕，当然是非常惬意的事了。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罗红也是一个企业家，鼎鼎大名的好利来和黑天鹅就是他创立的品牌。这里的甜品区价格也不贵，所以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其实不少朋友来这里也是因为购买了好利来的蛋糕而获得了这里的赠票，所以千万不要浪费这个门票啊！北京也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将近100家，这个罗红摄影艺术馆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我个人觉得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参观一下的，能够深刻地体验到罗红对生活和摄影艺术的追求极致的感觉。看，这个艺术馆的其他空间也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喜欢摄影，喜欢自然风光，喜欢旅游，可以来这里进行一次艺术休闲之旅。